Hello， 大家，我现在面前的是 OPPO 刚刚发布的年度折叠屏旗舰 OPPO Find N6，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哎，是让我们从这里直接撕开，就是直接去看那个折痕的位置，1、2、3。哎，这个撕膜开箱有点像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对不对？哪儿手术把哪儿露出来，其他位置拿那个布挡上。这里有一枚80瓦的 USB-A 的充电插头，然后这里呢有一根数据线，它下面搭配的是一个这个位置呢是金色亚光的这样一个镜头保护环，然后正面和背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效果。好了，那么我现在跟大家揭晓谜底啊，这款金城到底长什么样子？1、2、3。当当 ，OPPO Find N6 使用了1个月的时间。今天的视频呢，我会从外观、手感、折痕铰链、软件交互和硬件拍照4个角度来聊聊这款折叠屏，一起来看看 OPPO 真的消除折痕了吗？我们先说外观的9个细节调整。第一，后盖材质取消了素皮，全系采用玻纤材质啊。今年这个玻纤质感弄得不错啊，虽然说它的质感还是要弱于玻璃，但比早几年玻纤质感提升明显。第二，镜头取消了不规则光面圆环的设定，转为了等宽的亚光圆环。第三，闪光灯工位转移到了机身的左上角啊，原有的工位呢给空降的单匣镜头了。第四，模组玻璃增加了熏黑工艺，镜头更融入模组本身。第五，充电接口的位置调整的更加居中了，因为它的位置更加合理了，也间接取消了前代接口位置边框的灵动小曲线，改成了这一代的平直线条。第六，基础边框取消了拉丝工艺，变成了磨砂哑光，手感基本是保持不变的。第七，辅助按键从屏幕侧转移到了镜头侧，展开的时候呢更方便右手来进行点按。音量键和开机键它的位置下移，操作起来会更轻松一些。第八，正面边框要比前代 Find N5 更窄了，黑边也更窄了，视觉上会更加好看。第九，底部扬声器的开孔位置调整了，这个调整带来的改变呢，就是当你竖向展开折叠屏的时候，能区分左右声道了啊。虽然说它是斜着的，它的顶部扬声器呢在左侧左上方。底部扬声器在右下方，所以当我们播放一段视频的时候，左声道就从这边出来，右声道呢是从这边，形成一个相对来说的立体声吧。折叠屏里边这是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如果我横置的时候呢，这边变成左声道了，这边变成右声道了，依然能够保证一个左右立体声。然后如果当我闭合屏幕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左右声道呢，相当于它的位置是最对齐的。以上这9个小细节就是这一次外观的调整，整体来说呢是微调，依然保持了 Find N 系列的特点和手感。我把手里5款折叠屏旗舰摆在一起，大家觉得哪个设计是你最喜欢的呢？5款折叠屏当中 ，OV 的尺寸要略大一些，华为、三星的尺寸呢要偏小一些。尺寸大小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是各家屏幕、手感和续航之间做的一个平衡。这一次呢有3个配色：金橙、元太和深黑。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OPPO 这个成色和过去1年超级出圈的 iPhone 那个成色有什么区别？我快速给大家做一个对比。重量方面，大家看到画面中的从左到右排列就是从轻到重啊。Find N6 呢是排在三星之后，重量呢是229.8克。厚度方面 ，Find N6 也是排在三星之后，卡进了9毫米大关。快速说完外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视频的核心啊，大家最关心的折痕，我们来探究一下 OPPO 是否真的消除了折叠屏7年之久的折痕困扰。在正式进入对比之前，我先说明啊，今天参加比赛的 Find N6 并不是刚开箱2、3天的状态，而是我从2月15日就已经开箱使用，整整使用了1个月的手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春节期间我用这台手机在家里拍照的那个水印，所以这个折痕水平可以比较客观的反映长时间使用之后它的一个折痕水平。今天呢，我们会有5轮奥林匹克挑战赛啊，共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6位选手参赛。赛前呢，这6位选手集体亮相，你是否一眼就注意到了其中有一个显眼包呢？那么我们来到挑战第1轮折痕扭曲现实挑战赛。大家可以注意到墙上呢有一幅画框，如果是完全平面的一个屏幕，屏幕中反光应该是一个比较平整的，对吧？比较平整的画框。那么组委会呢会把每台折叠屏都对着画框进行反射画面，看一看哪一台折叠屏对于画框的还原更接近现实世界呢？然后这一代的 OPPO Find N6， 大家来感受一下，好家伙！最后登场的 Find N6， 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说肉眼不明显，但折痕还是存在的，还是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一定的扭曲，但是扭曲的幅度非常非常小。第2轮
黑屏光面挑战赛啊。第一组共4位选手，同一个角度，同一个反光，大家可以看一下Find N6它的折痕控制。我再次说明，这已经是我使用1个月之后的折痕表现了。那么第2轮第2组参赛选手，我们看到新登场的一位选手在折痕控制上好像比 Find N6 要更加出色。那么这位选手是谁呢？没错，就是刚刚开箱还没有弯折过的 Find N6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正好对比一下刚出厂以及使用1个月之后它的一个差异对比。折痕挑战赛的第3轮黑屏背光挑战赛，4位选手比赛的过程中，我来说明一下，这次 Find N6 之所以它的折痕控制出色，也是和韩国代表队的3星选手他们联合研发了天穹玻璃。这种玻璃相比于以往的玻璃拥有更好的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恢复弯折屏幕时所带来的褶皱，降低折痕。再配合上 OPPO Find N6 全新的钛金属铰链，给弯折区域一个更好的支撑。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轮 Find N6 的表现依然是相当出色。那么今天奥林匹克折痕单项挑战赛的第4轮亮屏白色背景大对决，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前代的Find N5。白色背景日常正式手机屏幕的话呢，其实你是几乎感受不到折痕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来到侧面大概60度左右去观察，折痕就会被非常明显的放大出来。在这个死亡角度下，Find N6 是那种几乎不可见的折痕控制。那么来到我们今天挑战赛的最后一轮地狱级别的户外环境看视频，户外光线强，视频上下黑边很容易出现这种明显的反光，同时呢，强光环境也会增加折痕的存在感，基本上是普通用户日常使用手机最严苛的这样一个场景了。大家可以看一下Find N6 在这个表现中依然发挥稳定。经过了5轮激烈的角逐，大家可以看到Find N6 并没有完全的消除折痕，但是对于折痕的控制以及防反光镀膜对于内容更准确的还原都体现了非常高的竞技水准。正如奥林匹克精神一样在追求更平、更浅、更无痕的道路上没有终点。说完折痕，我们快速说一下铰链我的手感反馈呢是和3星铰链已经非常接近了，每个角度的阻尼感都舒适、稳定、细腻，没有回弹，在弯折屏幕的时候非常舒适。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让展开屏幕时更加平整，OPPO 在Find N6 上加大了弹簧在后半段的存在感，所以说在稳定悬停的最大角测试中是要略小于前代Find N5的。说完折痕，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3个部分，手写笔。这根手写笔是这一次的重要更新。这支手写笔它单独售卖，然后包含一款手机壳和一根手写笔。手写笔它的配对丝滑无感，你只需要佩戴上这个手机壳，然后把这根笔放到手机壳的收纳槽中，手写笔就自动的完成了和手机的配对。而且最有趣的是，你在手机壳上你是看不出任何和手机进行连接的环节的，这是非常符合直觉的配对过程。这根手写笔呢是通过蓝牙和手机来进行连接的，内置电池，支持压感。我测试了一下，应该是不支持倾斜笔触的，但是 OPPO 给铅笔笔刷单独做了一个小优化，就是倾斜书写的时候会有这种过渡的笔锋，这一点只有铅笔笔刷有这个细节。那么问题来了，这根笔它能干嘛呢？ OPPO 呢给这根笔做了4门学科优化，分别是语数外和画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学科语文。 OPPO 增加了 AI 优化字迹的功能，手机内置了包括行书、楷书在内的6种字体可以根据用户手写的笔记实时的转化成对应的优美字体。今天，然后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它就会瞬间的把我的字体笔记来改成我所设定的这什么飘逸行书。我把系统内置的6种字体都写了同一句话，然后摆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未来是否能开放权限，允许用户自己安装字体呢？第2颗手写笔优化英文OPPO 手写笔同样支持实时的 AI 优化英文。如果你写错了，你可以重新写一下，然后覆盖原来的笔记，它可以根据你写笔记重新生成。英文手写优化目前的一个小不足呢，就是字母和数字之间，它一定会优化出一个空格。比如说我想写 Find N6， 那么 N 和6这2个字母之间就会离得比较远。我的解决方法呢是利用套索工具把这个6呢往前拽一拽，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系统层级的优化一下。第3门优化学科数学。 OPPO AI 手写笔呢，它是支持手写数学公式运算的，你画一个等号就可以得到结果。我个人觉得数学计算的实用性其实要比字体优化更高，一个原因就是字体优化没有特别好看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数学公式是我们很难用输入法快速输入的，或者说用语音很难去描述的，这个时候你用笔写出来就会精准很多，省事儿很多。第4门优化的学科就是这次重头戏绘画，或者准确的说是 AI 绘画，这应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功能Find N6 中，用户可以使用手写笔，你简单的画一个线稿，然后结合语音描述，通过小步 AI 去生成一幅超好看的专业画作。通过 AI 给它圈选住，然后让它生成，帮我按照这个轮廓来生成一个
变形金刚擎天柱配色的画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根据我刚才的那个简笔画所画的这个图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构图、它的布局基本都是相同的。我觉得这一点很像是导演要去画分镜，然后摄影师按照导演画出的分镜去拍摄那些优美的镜头。只不过现在现实中的你呢，是一个不那么会画画的导演，而现在你拥有了一个看过大千世界的超级 AI 摄影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简单勾勒出一个线稿，然后让小布 AI 帮我生成一个梵高风格的画作，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让他帮我生成一个莫奈风格的画作，我的妈呀，你能想到有一天你可以画出这样水准的作品吗？让他帮我生成一个伦勃朗风格的画作，帮我生成一个达利风格的画作，帮我生成一个冷军风格的画作。冷军风格这个模特就变成了一个中国女生的模样，这个细节我觉得很棒哎。让他帮我生成一个齐白石风格的画作啊，这个是差点意思，这个水墨韵味到了，但是五官好像没有特别的优化，还是我画的那个水平。这就属于我和齐白石共创的一个作品。除了能让 AI 去生成不同作家风格的作品， OPPO 还内置了多种风格。比如说我瞎画了一个火柴人版本的蒙娜丽莎，选择艺术绘本，选择水彩风格，选择马克笔风格。你不需要绘画，你只需要会想一个念头，一个简单的轮廓，就能变成一幅专业的画作。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学生党或者上班族。比如说你想给自己的文章或者 PPT 插图，上网你搜的时候，很多搜到那些都不满意，有的图片分辨率太低，有的版权费太高，这个时候你自己画一张，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生成一张自己喜欢的图片，这时候插入到 PPT 或者论文里，真的是省时省力。说起来，在 AI 蓬勃发展的今天， AI 生图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能力，但是手写笔的加入，让你可以不依赖语言，而是快速的几笔就能把你想要的构图、轮廓、线条、动作准确的传递给小布 AI， 这是我认为 OPPO AI 手写笔最有价值的场景。那除了以上4个学科的适配， OPPO 还给这个手写笔适配了实体单击按键去呼出转盘菜单啊，你可以快速的记笔记，可以快速的批注，可以画圈来进行搜索，你也可以双击这枚实体机按键去快速切换手写工具。在这里我需要说明啊，以上我演示的所有手写笔功能，大家用手指其实也都能完成。是否买这根手写笔，就看你对于日常你自己的想法的准确性要求有多高。至于这根手写笔的充电和续航， OPPO 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首先充电的时候，你只需要把手写笔的金属触点去对准收纳槽的金属触点，就可以完成充电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放反。笔里边内置的强力磁铁，大家看啊，反方向放置的时候，我只要一松手，你想放反都很难。其次，手写笔因为本身的尺寸不大，所以说绝对的续航时间我自己测试不算特别的长吧。我拿在手里不充电的情况下，然后时断时续的写，大概5-6个小时吧，剩余电量就从90%几来到2%了。第三，这根手写笔的充电速度特别快，5分钟充电量90%，所以你完全不用对手写笔的续航产生焦虑。第四，给手写笔从2%充到100%，消耗手机电量1%啊。另外呢 ，OPPO 也对这个手写笔充电和手机自身电量之间设置的比较细的规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一条一条念了。大家不用担心会不会说给手写笔一直充电导致手机电量耗光之类的问题存在。软件交互上呢，这次有一个折叠屏展开状态下的小优化，就是在 Find N5时代，你只能实现单应用浮窗。激活浮窗的操作呢，就是你需要上推这个应用，然后继续上推，向右上角推，这个时候就是打开浮窗了。而在 N6上，你只需要从这个全屏应用的右下角向中间滑就可以了，更直观也更加自然。而在 Find N5上，你如果想打开第二个浮窗应用，之前那个浮窗呢就隐藏了，自动的吸附在屏幕边缘，这也就是说你只能开启一个浮窗。而到了 N6上，你可以像电脑桌面一样啊，同时打开多个浮窗，而且你如果想把几个浮窗同时显示出来，你只需要4指这么一张开，大家看到了吗？它就自动的实现了一个3分屏，这要比 N5时代的软件交互更加方便，也更加简单。最后呢，我再说一下这次拍照的一个升级啊，核心升级其实是3点，一个是2亿像素，一个是4K Live Photo， 还有一个是单匣色彩镜头。其中2亿像素呢，它给到了主镜头啊，不像 Find X9 上给到那个长焦。在开启2亿像素模式之后呢，你可以用更长的拍照时间去生成一张细节更丰富，当然体积也更大的照片，一张照片体积大概在40兆左右吧。至于这次同步 OPPO Find X 系列的单
三峡色彩则会在一些比较严苛的环境下呢，带来更准确的色彩表现，人物肤色会更加准确。比如说这个小姐姐的人像照，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 N6 它增加了皮肤肤色美白啊，而是小姐姐本人她肤色就这么白。至于 4K Live Photo 则是可以让 Live Photo 照片中的视频以 4K 分辨率去呈现，最大的优势就是当我们重选这张照片封面的时候，它那个清晰度要比原来默认的 Live Photo 照片清晰度要高了不少。不过 4K Live 开启之后呢，它的连拍会明显速度变慢啊，是这个模式的劣势。Find N6 的电池容量提升到了6000毫安时，用大屏看视频续航相比前代是有一个小幅提升的，充电依然是80瓦快充。关于这款手机的总结，这一次 OPPO Find N6 它的升级核心就在于展开之后的这块大屏，包括软件层面去优化大屏手势的交互，包括硬件层面去进一步的消除折痕，包括用手写笔把大屏和 AI 更紧密的相连。这些重点升级的唯一目的，其实就是让用户更爱展开这块屏幕，更能毫无顾忌的在这块大屏上去使用更丰富的功能，去提升自己娱乐和办公的效率。超减折痕这一次优化的确实很棒，我看到已经有不少用户提前去线下门店亲自感受了一下。但是在折痕之外，也有很多新的场景、新的体验，特别是在软件交互上有很多有趣的新玩法。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